你在节目上带娃的时候，女儿放声大哭，你尴尬了。妍妍，我知道你想哭，但能不能先别哭？况且现在那么多人看着呢。可女儿的哭声非但没小，反而飙升了一个档次。导演捂住耳朵，喂喂，这正录制节目呢，你赶紧想想办法。你继续哄了2句，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好，还哭是吧？那我陪你。下一秒，哇啦一下，你也哭了。这下导演懵了，专家们懵了，观众们也懵了。没错，你正在参加一档综艺亲子节目，剧组选了3对父女，分别是80后家长、90后家长以及你这位00后家长，就是为了看看不同年龄段的爸爸是怎么带娃的。而伴随你哭声越来越大，女儿萧妍妍终于认怂了，摸摸眼泪，反倒是拍你，喂，老爸你别哭了，这上电视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他是真的无奈，谁知道老爸哄一半，突然不哄了，明明再给自己多点好处就不哭了，怎么还反过来了？这下直播间观众眼前一亮，不是我眼睛花了，我要去哄老爸，妈呀，魔法打败魔法，我儿子正让我变成哭呢，我要不要也试试？与此同时，视角切换到1号直播间，此时80后爸爸秦浩正系着围裙在厨房来回忙碌，而且家里一尘不染，弹幕们纷纷夸赞，哇塞，这爸爸一出场我就感觉到了对女儿浓浓的爱，今天的票必定给他。与此同时，镜头切到了90后爸爸夏木，结果这家伙窝在沙发睡得无比香甜，弹幕们纷纷打出问号，这是还没写？哈哈，真实爱睡懒觉，这很90后。老师们绝对想不到，10到的孩子虽然不同了，但睡懒觉的还是同一批。最后画面切到了00后爸爸，可刚一看镜头，弹幕就懵了，这啥情况？怎么这爸爸就哭了？不吃，果然00后不按套路出牌。哎，看吧，我就知道3人行必有一个反面教材。不过相比弹幕的欢乐，演播厅的气氛明显不对。育儿专家肖路气了一拍桌子，这个00后爸爸简直就是胡闹，孩子哭了不去哄，反而刺激孩子情绪。旁边的专家林峰点头，就是，这怎么舍得让孩子哭的？不说情绪，哭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呀。这个爸爸不合格。倒是主持人温雅贤虽然对做法略显疑惑，但并没有急着下结论，咳嗽一声，好了，3位爸爸我们都认识了，下面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很快票数纷纷上涨，最终出人结果，80后爸爸秦元浩毫无疑问榜首，目前得票7万；90后爸爸夏木位居第2，得票3114，只有你103票，连第2名的零头都没有。主持人温雅贤咳嗽一声，好，第一印象来看，大家似乎更喜欢00后爸爸秦元浩多一点。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走进他们的生活。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半，80后爸爸早已经做好了营养早餐来到房间，女儿萌萌刚睁开眼就被老婆去穿衣服，迷迷糊糊的。爸爸老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想自己穿，不行，时间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自己穿衣服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伤到自己不说，耽误了时间，上学可就迟到了。然后又是刷牙，当然了，萌萌只需要乖乖站好，按照秦元浩的指令一动不动配合，其他的全都由爸爸代劳。育儿专家肖路开口，提前给孩子做早餐，准备好要穿的衣服，还给孩子规划了时间。萌萌爸爸的带娃方式认真仔细有计划，非常不错。弹幕纷纷表示，作为一个女人，我承认我没萌萌爸爸做得好，她真的太细心太体贴。哎，你看他眼里满满都是对女儿的爱，父爱如山，女儿奴无疑了。当然偶尔也有观众表示，我怎么看萌萌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嗨，小孩子有起床气也很正常。这时隔壁90后爸爸夏木也醒了，不过是被女儿夏子涵叫醒了。爸爸别睡了，我迟到了。一个礼仪大厅，哎呀，抱歉涵涵，爸爸昨天昨天加班太累睡过头了，好一阵忙活呀，就是为了少迟到一会儿。育儿专家又有话说了，哎，不给孩子做饭就算了，上学也不重视，这样的家长难道对孩子的未来一点都不担心吗？弹幕纷纷附和，就是听这意思，是昨晚打游戏太久了，真是一点好榜样都不给孩子做。没办法，90后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人是有原因的。而到了你这边，看女儿不哭你也听了，怎么样？现在知道一直哭有多让人讨厌了吧？好啦，知道了，你厉害，哈哈，那是当然。不过你还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吗？这下萧妍妍真的很好奇，以前一直问老爸总说是充话费送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你一伸手，那你给我拿200块压岁钱，我就告诉你。育儿专家肖路忍不住了，太过分了，这个00后爸爸太过分了。家长是孩子的依靠，他这么做会消耗掉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如果连家长都不能信任，那以后该有谁给孩子指引人生方向了？不可理喻，反面教材。这事刚上线起来，弹幕就有点不爽了。这么说就夸张了吧？嗨，人家是专家，你们跟专家较什么劲儿？哦，忘了，专家还建议我们付费上班呢。对于专家的发言，我们只要发啊，对就好了。这一下小鹿是好气，等一下还不能疯狂，这什么态度啊？你们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吗？孩子是个人的延续，家庭的延续，也是国家的延续，更是人类这个种族的延续。他这么带娃，往小了说是对孩子的不负责，往大了说那就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不负责，对人类种族的延续不负责。弹幕依旧是满屏的啊，对。主持人温雅贤咳嗽一声，肖老师先别激动，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时间还长，咱们往后看看嘛。此时的3号直播间，你借过钱，谢谢惠顾，买个记性，哈哈，我怎么会不是你亲爹呢？除了我这么帅，能生出这么好看的女儿，谁还能有这么强的基因？你
妍妍嘴角颤抖，下一秒就想哭，但最后还是撇了撇小嘴，眼泪转了几圈没流下来。哭好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自己一哭，万一老爸又跟着哭呢？弹幕都炸了呀！哇塞，妍妍没哭，我哭了，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家人们，我懂了呀，相反不是要坑女儿的压岁钱，而是故意看看她还会不会哭，是为了教她一个道理，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此同时，另一边1号直播间内，萌萌几乎祈求：爸爸，牛奶我喝不下了，不行，牛奶必须全部喝完。萌萌啊，你知道多少小朋友想喝牛奶都喝不到，你怎么可以挑食呢？反而端起牛奶凑过去。萌萌想说什么，但还是乖乖接住杯子。他真不是挑食，而是喝的太多太久，他只是想今天可以不喝而已。爸爸的目光是那么期盼，只能捧着杯子喝，可几口下去，胃里一阵翻腾，下一秒牛奶吐了出来。金浩吓了一跳，他没有责怪的意思，脸上也始终都是温和慈祥的笑容，可萌萌却一副犯了弥天大罪的样子，都快哭出来了。爸爸，对不起，我真的喝不下了，好内疚，好自责，因为爸爸不止一次强调过，家里的食物来之不易，都是爸爸妈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留给他的。他现在弄洒了牛奶，对不起农民伯伯，更对不起把所有好东西留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秦元浩并没有多责怪，时间紧迫，没事，我们加快点，要不赶不上学了。路上还是老一套教育，什么珍惜粮食，爸爸妈妈不容易，你要珍视你现在用的一切等等。一路风景很美，一副老父亲悉心教导女儿认真听话的妙画面，弹幕上也是一片称赞，有夸秦元浩这个父亲做得好的，也有夸萌萌懂事的。可演播厅中育儿专家中的火灵儿却忍不住皱眉，好像这个萌萌从出场到现在都没有笑过吧？笑出皱眉，小火老师是什么意思？没笑怎么了？你看3号直播间萧妍妍不仅没笑，还哭了呢。火灵儿不卑不亢，不，我想肖路老师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想说萌萌身上少了一种小孩子特有的生气。这一下很多弹幕们也反应过来了，对啊，妍妍那边的确是哭过，但那种氛围完全不一样。也是哦，坦白说，我在萌萌爸爸身上只是看到了命令，他只在乎他想要孩子做什么，语气虽然温和，但不容置疑。肖路面色阴沉，秦元浩的带娃方式在他来看近乎完美，彻头有人唱反调嘛，好气。从始至终，秦元浩对自己的女儿没有责骂，只有耐心。他教导孩子这些粮食错了吗？还是知道父母不容易错了？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孩子现在不开心有压力，我也觉得比长大以后到社会上不开心有压力的好。小路是真的好气，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自己摆烂不是进取也就算了，难道带娃也要摆烂？那下一辈人的前途不当回事吗？简直悲哀！眼看现场要失控，主持人问亚贤连忙打圆场。肖老师知道您重视育儿，但还是那句话，咱们慢慢看哈，谁的带娃方式好，可以通过观众投票看。话音未落愣住了，因为这会儿原本支持率最低的3号奶爸小凡的排名居然超越了排名低的秦元浩，直接9万多。小路彻底疯狂！凭什么？凭什么他排第一？这种带娃方式简直就是儿戏，这就是反面教材。好，节目还长着呢，我们走着瞧。今天节目主题是送女儿上学。首先第一个到幼儿园的是80后爸爸秦元浩，刚到教室他就拿出唐诗300首让萌萌朗读，小声音做的笔直，朗读是和阳光相配，任哪个家长看了都会夸声好。可幼儿专家火灵儿一皱眉，我记得萌萌才5岁吧，他真能读懂古诗中的含义吗？如果读不懂，那为什么要去读呢？另一头90后爸爸夏木刚带女儿上车，他就大喊一声，爸爸，我忘带书包了，随后急得满头冒汗，弹幕一片哄笑，这当爹的也太不靠谱了吧。镜头切到3号00后爸爸，也就是你的直播间，你没着急去幼儿园，而是先骑着小电驴去了早餐店。萧妍妍炫了一碗馄饨，又吃了2根黄金小油条，吃饱喝足后啊，再带着小吃货卡着点到学校。闺女拜拜，老爸拜拜。走之前你叫住他，闺女，你学得进去就学，学不进去就记得多吃点饭，爸爸给交了伙食费的。大家都懵了。弹幕们纷纷吐槽，哈哈，真给我笑哕了，这个00后爸爸太搞了，听听多理直气壮啊，别人都是嘱咐娃好好学习，他却生怕娃不敢炫饭。演播室的育儿专家肖路血压都高了，看看就这种带娃方式，你们是怎么给他投支持票的？教育是立人之本，是立国之本。往小了说，可以让个人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往大了说，可以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加富强。他可好，不仅不重视，还劝说娃娃贪图享受。这往小了说，是坑害孩子的未来；往大了说，就是在坑害整个国家的未来。霍灵儿当场站起，我不同意肖路老师的说法，教育的确重要，但是这一次3个被观察的娃娃都只有5岁，读幼儿园大班。我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吃饱饭玩得开心，比学习更重要。你看80后爸爸让萌萌背古诗300首，那么小的孩子字都不认识，更别说理解领会诗中的含义了。既然他都搞不懂古诗在讲些什么，那么请问背诗的意义又在哪里？我认为教育就是要在相应的年纪做相应的事情，幼儿园的娃就该吃就该玩，振聋发聩。刹那间弹幕炸了，基本分成了2派阵营。支持肖路的表示，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不吃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一味享受眼前快乐，那么以后的结局肯定会很凄惨。另一边则表示放屁，别动不动扣帽子，人
家火灵老师没说不重视教育，只是在说孩子不同年龄也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已。我们这一代从小就开始卷，现在还不是过得憋屈的要死？难道还要让孩子也没童年吗？就是我的孩子可以没出息，可以普普通通，我很平凡，也接受我孩子的平凡。这一下节目热度火速飙升，在线观看人数直达60万，光是你的直播间就足足有30万。很快时间来到了小放学，你的小店里的门口这会人满为患，一个个爸爸妈妈都围在门口，你却呵呵一笑试试手机。摄影大哥一脸懵逼，你不去校门口等着吗？你摇摇头，慌什么？可是你就不想在孩子出现第一时间就让孩子看见你吗？这样孩子就会觉得你很重视他呀。你微微一笑，我又不是快死了，晚点就见不着最后一面了。孩子早见我一会儿，晚见我一会儿，有那么重要吗？还有啊，大哥，你咋就知道你的孩子想出来后第一眼就看到你的？不要高估自己在孩子心中的位置。这时幼儿园的大门打开，王老师带娃走了过来，不过萧妍妍的表情有点不开心。妍妍爸爸，我们幼儿园明天组织活动，叫我是小摊主，家长要带着孩子弄个小摊位，主要是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理财能力以及情商应变等等。你点点头，却发现女儿脸色不对，果然王老师有点紧张。那个妍妍爸爸，还有件事儿，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妍妍和一个小朋友起了点小争执，不过经过老师的调解，他们都已经互相原谅了对方，握手言和了。你皱了皱眉，不对劲，拉住女儿小手，打架了？赢了还是输了？手上没？这下妍妍的嘴角终于撇了撇，泪花闪烁，我没动手，是何坤祥抢我玩具，我不给他就推我，但是我没过。显然小丫头心里很委屈，你面色阴沉。老师，这就是你说的起了争执还调解好了吗？汪老师摆摆手，哎呀，妍妍爸爸你先别激动，小孩子之间难免有冲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引导孩子的情绪，教给他们正确处理矛盾的方。话还没说完，立马打断，这不叫处理，你这是在和稀泥。你把女儿搂在怀里，坚定。妍妍，你跟爸爸说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别怕，实话实说，有老爸呢。王老师脸色一变，妍妍爸爸，你这就没必要了吧？本身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小事儿，而且他们也互相原谅了对方，这小题大做的，身为家长难道就不能给孩子做点好的表率吗？弹幕们纷纷发言，就是小孩子这是培养性格的时候，家长更要冷静，不能给孩子反向引导。前面的说的对，巍巍龙国乃礼仪之邦，小孩子从小就要学会忍让谦和，这样长大之后才会更有耐心，承受能力和韧性也更强。于总是演播室内要人家笑着一拍桌子，这个小凡难道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吗？老师都说了，孩子们已经互相原谅，他这是要做什么？把矛盾再挑起来嘛？这种态度这种行为和街头混混有什么区别？他不只是孩子的反面教材，也是我们成年人的反面教材。欢迎更落火灵站出来，小鲁老师，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过，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孩子，也没什么过激的动作和言语，请问这怎么就成为了你口中的混混了？我倒是觉得小凡做的对，孩子受到不公平待遇本身就心情不好，做家长的就应该第一时间站在他身边，给足了孩子安全感后，再认真了解事情缘由，然后再根据不同情况告诉孩子怎么解决。你小鲁是真的好气，烦了，都跟我作对是吧？他刚开口，3号直播间中就传出妍妍的声音，何坤想抢了我玩具，我不给他就推了我一下，我摔倒了就跟他理论，然后老师就来了，老师说小朋友间要互相帮助谦让，就让我把玩具给了他，然后老师就让我们握手言和了，可何坤祥并没有跟我道歉。你冷哼，王老师，这就是你说的处理好了吗？嗨，妍妍爸爸，那何坤祥是个男孩子，而且脾气相当顽劣，一不顺心他就可能会撒泼打滚的。妍妍的性格就不那么强势，我也是怕他以后还会针对妍妍，所以你就让妍妍吃亏，挨着打还扔出玩具嘛？我们家孩子老实就活该受欺负，他们家孩子调皮就该被哄着。王老师，既然你不能给我一个公平，那我要求查看教室监控，我会拿着监控去找园长，去找小男孩和他父母，甚至我会专门去找教育部门，也不排除去报警。王老师终于慌了，这点小事不至于吧？你一脸认真，怎么不至于？对你来说是小事，但对我来说，女儿就是我的天，女儿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摸了摸女儿的脑袋，妍妍，你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爸爸都会站在你身后，咱不惹事儿，但是也绝对不怕事。咱不欺负人，可别人也别欺负咱们，懂了吗？小姑娘眼睛一下就亮了呀，懂了，好的老爸。委屈表情一扫而光，这一刻老爸在他心里好像在闪闪发光呀。王老师认怂了，好吧，那我答应肯定会给妍妍和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这件事儿就别再闹大了好吗？妍妍，老师先给你道歉，对不起，然后老师让何国强明天也给你道歉，可以吗？走之前妍妍甜甜一笑，王老师再见。直播间里弹幕对你夸上了天，哇哦，只有我觉得小凡既帅既男人嘛。毫无疑问，在妍妍眼里，刚刚的爸爸是非常靠谱的，我的女儿我可以坑她逗她哭，但是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她一下。家人们莫名解气怎么回事？小凡大爸不靠谱，我看他是用心良苦。
这天幼儿园发出邀请函，原来是教育部门联合推出的亲子摆摊活动，但女儿兴致不高。哎，能摆什么？不就是让大人陪着小孩子过家家吗？没意思。你呵呵一笑，那你是想摆真摊儿？那当然，最好是真的能赚钱的那种。好，这件事情交给老爸，不过到时候你可别怕苦怕累。第二天，遭到给女儿做好早餐，鲜虾蔬菜粥品相还不错，弹幕纷纷称奇。我去，谁说00后带娃不靠谱的？你看人家厨艺一点不比80后差。哎，是在下肤浅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肯定以为这是他叫的外卖。弹幕还没飘完呢，叮咚一声，先生你好，外卖到了。妍妍刚喝完最后一口粥，爸爸这啥呀？哦，麻辣香锅和鸡腿堡。你还挺客气，递过去，来吧，妍妍，一起吃。可是我已经吃饱了。摆摆手，嗨，吃饱了也不要紧，再塞一点，大不了像上次一样积食。肚子疼吐2天就行。听了这话，妍妍疯狂摇头，不吃了，积食好难受的。哦，这可是你自己说不吃的哦。妍妍看着真的好馋。老爸，你不是说小孩子要尽量少吃心里有腻的食物吗？你点点头，没毛病。但我不是小孩子呀。弹幕都炸了呀！好，这么玩是吧？刚刚还感动他起那么早做早餐呢，感情是抓紧把娃喂饱，自己都要美食是吧？爷爷好可怜，滴了嘴边的美食不能吃。这一下你的支持率直接拉到恐怖的20万票。育儿中要笑容好气，育儿带娃那么严肃神圣的一件事情，这个00后小凡居然如此胡闹，如此毫无章法，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要真成了冠军，岂不是这个龙国的带娃方式都有可能被颠覆？天啊，不敢想象以后的年轻一辈会变成什么样子。等你吃饱喝足，把妍妍提起来放进3车斗里，你大学考不考得上我不知道，但今天的地瓜一定考得上。走，爸爸带你赚钱去。好耶，烤地瓜。导演有点懵，不是小凡，学校的活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理财能力和情商之类的，你确定要带娃烤地瓜？你点头。我问你，烤地瓜是不是摆摊？是啊。烤地瓜跟人交流吗？要啊。烤地瓜需要收钱吗？没错。那这沟通能力、情商和理财能力不就都齐活了吗？另一边，80后爸爸秦元浩又第一个将娃送到学校。摆摊之前，他叮嘱萌萌，但是说话一定要有礼貌，知道吗？等活动结束，要把收到的钱都再还给小朋友们，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交到更多好朋友了。接下来是选摊位环节，萌萌手一指，爸爸，那个位置有树荫，中午的时候会热的，我们去树荫下吧。秦元浩却摇头，萌萌，爸爸不是教过你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们到了中午会热，那其他小朋友就不会热了吗？萌萌不情愿点点头。一旁的老师竖起大拇指，萌萌爸爸，你刚刚的话我都听见了，教育孩子要谦让没错，不过树荫的位置有那么多，你们又是第一个来的，占一个无所谓的。萌萌双眼一亮，秦元浩就摆手，不，既然让孩子知道这个道理，那肯定是做了才有意义的，不然光明白道理不去做，那明白这些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演播大厅，笑容呵呵一笑，呵呵，秦元浩这是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孩子的教育啊，饮食、学习、谈吐、性格，从个人能力的素质完全没有死角，这种有细节、有大格局的带娃方式才是值得我们推广、关注和学习的。另一头，3号直播间内，一带娃来到学校，老师带着一个男孩来了，何坤祥，过来给妍妍道歉吧。小胖子撅起腿不情不愿，一只脚踹到他屁股上，臭小子，让你道歉没听到吗？还欺负女同学，我不是教育你，就做一个绅士嘛。小胖子慌了，小妍妍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老师态度有了，人家长态度也有了，不过你并没有急着开口替女儿说什么，而是看着她静静等待回答。妍妍一叉腰，好吧，既然你都挨揍了，那我就原谅你。其实更多生气的是老师昨天不公平的处理方式，现在小胖子道了歉，还被踹了一脚，他的气也消了，大大方方伸出手。对了，我今天卖烤地瓜，一会儿你过来找我，我免费送你一块。何坤祥点点头，真的吗？我最爱吃烤地瓜了，我一定来。观众们纷纷感慨，这才是家长该做的事情，保护孩子，在孩子遭遇到不公的时候能站出来力挺，而不是闲着没事给孩子找亏吃。嗨，节目组是不是要组织下换爸爸活动，让以后的萌萌也来体验一下摆烂带娃？另一头你们找摊位，你支起小摊，妍妍拿水盆洗地瓜，吭哧，端着小盆子去操场另一边接水，而你却支开躺椅，开摆。摄影大哥绷不住了，你就不去帮帮孩子，看把孩子累的。你呵呵一笑，大哥，我蹬了一路车很累的好吧？而且这个活动叫小小摊主，我要是啥都承包了，那还不如让娃在家睡觉好了。看直播的观众们也麻了呀。很快，地瓜的香味弥漫四周，一下围上来好几位家长。老板，我们要买地瓜。你摊摊手，将女儿护至身前，买地瓜找摊主呀，我就是个打工的。往躺椅上一倒，这会儿闻着鲜味凑过的人越来越多，客人比地瓜多了好几倍。这会儿大家最关注的是小小摊主妍妍会怎么应对这种火热抢购场景。一开始小姑娘有点慌，但很快镇定下来，拿起小喇叭按下开关，排队，啥时候排队啥时候卖，我反正不急。这下他觉得惊了，一个小孩子在面对那么多人的时候，难道不该稍稍表现出一些无措甚至是胆怯吗？弹幕纷纷发言，哇塞，我儿子的邻居都快害怕的不敢说话，妍妍真大方。楼上的问题问得好，请问你家孩子爹会和你家娃比谁哭的嗓门大吗？对，就是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妍妍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想办法解决。育儿人家火焰呵呵一笑，我想一定会有杠精跳出来说什么有些孩子天生就是社牛，但我想说的是，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就没见他
跟孩子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尊重孩子的想法、意愿，愿意聆听孩子的声音。与其说是摆烂带娃，不如说是在用实际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很快地路地瓜卖完，但人飞在媒介上反而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一辆电视台采访车来到附近，这是来采访活动的。记者将话筒伸到面前，这位家长您好，我就看你这里最热闹，请问你对这次活动有什么看法呢？你呵呵一笑，说出3个大字：瞎折腾。记者瞪大双眼，演播室内肖路再也忍不了了。小摊主这种活动是学校和经过多年研究再结合国情设计的一种活动，对娃的情商、智商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他虽然说是瞎折腾，这不但是在否认那些专注育儿事业工作者们的努力，更是在否认校方和家长以及所有小朋友的努力。直播间内你也要手指，首先这个家长，今天是周3，不少家长都是请假来的，有些单位随便扣你点学习奖啥的，这一天损失4位数也不是没可能。此话一出，不少家长点头附和。再竖起一根手指。其次，这都孩子，不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活动吧？不喜欢的情况下强制参加，那你跟我说他能锻炼什么、提升什么吗？是为了方便某些领导检查，为了方便媒体报道，还是为了做给大家看呢？有些家长纷纷点头。对啊，蜗牛说他压根不想参加这种活动，昨天晚上就开始更气了。嗨，我家儿子说这活动就是逗小孩子玩的，他今天一句话没说，尽我跟客人交流了。记者连连点头。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活动在你眼里就没一点好处嘛？你呵呵一笑，好处当然有，今天我姑娘可没少挣啊。那想必在你心里一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代类似的活动吧？毕竟想提高娃的各种能力本身是没错的。你摇摇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我们为什么非要强迫孩子提升那些呢？这不是跟拔苗助长一个道理吗？这些东西根本不用刻意培养，只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就够了。就像你白天带孩子各种方式培养沟通能力，晚上回家后家长就当着孩子的面大打出手，怎么还能指望孩子拉架？到时候一句大人的事儿小孩别插嘴，你觉得帮孩子提升那点沟通能力有用吗？我觉得只要孩子每天都能开开心心，我们不该给他们太多压力，陪伴就好。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是啊，就像孩子会慢慢长高一样，那些能力他们明明可以在生活中自己领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真的比刻意培养要好太多。不用给孩子太多压力，陪着他们那就够了。而且这种摆烂带娃的方式很快引起了众议。为了让你意识到错误，节目组的育儿专家们决定临时组织一场交流会，要对你发动口诛笔伐。到的演播室，肖路率先发难。小凡，我想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为你的女儿未来想过呢？不好意思，这位专家，你指的未来是什么时候？是我闺女10岁后，还是20岁后，亦或是100岁后呢？小凡，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说的未来，当然是孩子步入社会、独立工作之后。你指的是女儿腰间的钱箱，那是昨天卖地瓜赚来的。你不是就想问孩子以后要靠什么生活吗？我考虑了呀，而且他还做的挺好。小鹿真的好气。你的意思就是让孩子以后靠烤地瓜生活吗？哦，烤地瓜怎么了？是不赚钱还是不自由？这都什么社会了？肖专家，你心里不会还对某个职业有偏见吧？肖路哑口无言。当这么多人的面，他当然不敢说烤地瓜不好。你站起身来，我知道烤地瓜这个职业在大众眼里算不上光鲜，甚至是有些丢人。但请问，你穿着正装在硕大的集体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不仅要完成上司交代给你的工作，还要应付老员工和新员工之间的人情世故。让你带咖啡，你不好意思拒绝；不给你钱，你也不好意思要。吃了亏，自己又觉得憋屈，功劳不是你的，甩锅你出来顶包，拿着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吃喝住行抛开，别说存钱，还有可能贷款上班。是你努力，你上进，可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你敢想吗？没错，你最起码穿的人五人六，但仔细想想，你真的有资格看不起烤地瓜的吗？赚不赚钱不说，最起码活得简单舒服。而且我对我女儿没有别的希望，她从来不是我拿来炫耀的资本，更不是我在某些层面的寄托。我的女儿，我就只要她开心、快乐、健康、平安，这就够了。刹那间，弹幕爆发了，我操！我看个直播还照镜子了，正在加班，还刚给小组长带了咖啡，而且他还没给我钱，我到底该不该跟他要呢？要的话，他骂我小气怎么办？不要的话，心里有堵得慌。哈哈，楼上的兄弟好惨，我就幸运多了，我老婆体谅我，跟别人跑了，现在我的生活压力小多了。我以前还看不起小摊小贩，不过现在想想，好像是我肤浅了。这时，肖路旁边的林修元教授跳了出来：“肖凡是吧？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这本身是没错的。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少年强则国强’，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国家……你不屑一笑，林教授是吧？我看过你关于龙国教育方向的各种提议，也看过几次演讲。说实话，我感触很深。”他得意一笑：“小子，终于还是无染了吧？”可话锋一转，关于你的演讲，我送你4个字：哗众取宠。天啊，这小凡疯了吗？林教授那可是教育界的顶级大佬，能量大的可怕，那就喝茶。喝茶，我看不光是小凡有危险，整个节目都危险了。大卫的汗都流下来了呀！不是小祖宗，您是不知道这位是谁吗？而且现在的局面简直就是死局啊！果然，林教授真的好气。他旁边几个老头纷纷站起，放肆！你怎么跟林教授说话的？他为龙国教育界付出了这么多，你竟敢说他哗众取宠，真是无知小儿，还不道歉！10几根手指戳过来，口诛笔伐，再加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观众们都屏住呼吸。他们只知道这个叫做肖凡的年轻人完蛋了。
呢。而且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可以反击的论点，可笑的事实一生只能怒吼：坏人！你们为什么合起伙来欺负我爸爸？你们都是坏人！这下所有人都呆住了，谁能想到一个5岁的孩子竟敢在这种场合下站出来？萧小山去站长的身后，其实刚才他都没听到老爸和那些人在说什么，但看到有人对老爸怒气冲冲的，这能忍？爸爸每次都在他遇见危险不公的时候在他身边，现在轮到他保护老爸了。这下那些个专家们都懵了，观众们也懵了，这不是社牛，这是爱，是勇气。要知道妍妍在之前在自己受到不公的时候都没有主动站出来保护自己，而现在看到老爸被人欺负，他站出来了，弹幕炸了，看哭了。小妙生气成翻他背心了，呜！面对那么多大人，他都敢跳出来保护老爸，我一个大学生买奶茶被插队都不敢吱声。妍妍才5岁就这么猛啊！你摸了摸妍妍头，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林教授，你难道没有哗众取宠吗？但凡谈到教育，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形式，你都会刻意往爱国上扯，因为你知道你这么说没有人会对你的话进行反驳真赞同附和推崇。可今天我问你一句，爱不爱国是看用不用再说嘛？爱国的形式是只有一种嘛？老师们教育孩子培育祖国的花朵是爱国，军人们保卫国家戍守边疆是爱国，科学家振兴科技是爱国，那我当保洁员扫地收拾垃圾就不爱国嘛？2点线老师上班就不爱国，小商小贩起早贪黑养家糊口就不爱国嘛？林秀的表情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太大了，他不敢回答，因为世界上还是捕兽人多，要敢一棒子打死大家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活活淹死。擦擦冷汗，掉了口风，我从来没说过爱国必须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身为父母，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过得比你好吗？多少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拼命的供养鞭策自己的孩子，而你却在别人孩子都拼命奔跑的时候，让你的孩子慢慢走着。你可知道贪逸眼前的安逸，就是在透支以后的幸福。你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立独行，以后都会成为孩子未来的隐患和障碍。此话一出，引起不少观众附和。是啊，大家都在卷，你怎么敢不卷呢？你呵呵一笑。首先，我并不认为我现在生活有多糟糕，我活得好不好，全在我自己的感受。我不介意女儿以后走我走过的路，她喜欢舒服就好。其次，法律好像没有规定别人要跑我就跟着跑吧，随大流就是对的嘛。那林教授还有一句话叫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别人都跑不跑，是不是也说明我才是对的那个？不给他回答机会，你伸出3根手指。最后你说我这是在用孩子现在的安逸透支他未来的幸福，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说句不好听的，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连明天都保证不了，透支点未来的幸福怎么了？难道要让我5岁的女儿现在就为了退休以后的养老做打算吗？既然是为了幸福快乐才要努力，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始幸福快乐呢？林教授感觉自己 CPU 都快烧了呀！这个00后爸爸也太邪门了，从来不正面回答问题，却总能从另一个方面给你制造出更多麻烦。直播间里无数人被你的话触动了，说的太对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都说不准。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拼命？是为了挣钱，等老了送给医院吗？对呀，自己的生活好坏与否只有自己才知道，我们没必要为了别人定义的成功和努力去卷什么。呵呵，我爸妈2个初中毕业，却逼着我考清北，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我竟然问一句，那为啥你们不行？就这样，这场交流会戛然而止。与此同时，一个戴墨镜的人正在豪宅内看着你的现场辩论。这场交流会已经没有继续下去必要了。关了直播拨打1号码，这场辩论赛先暂停吧。我想是时候在后面给他点教训了。与此同时，你的言论又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开始反思：是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小年纪开始卷，还是按照你的方式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还是各取一半，不多管也不过度放任？第二天，吴彦贤笑容满面出现在镜头前。今天的观察已经开始了，让我先宣布一下3位爸爸昨天的排名以及各自的支持票数。00后爸爸萧凡376万，90后爸爸夏木109万，80后爸爸秦元浩票数108万。下面我宣布节目组接下来的安排是亲子大冒险，这一次主题是勇气，冒险项目是滑雪。不要走开，精彩还在继续哦。与此同时，另一头魔都郊区一个破旧小区内，不时有钢琴声和孩子的抽泣声响起。妈妈拿着戒尺，小男孩连挂泪出，心惊胆战弹着破旧的2手钢琴，泪水啪嗒啪嗒落下，一个手抖按错，啪的一声。你到底有没有专心练琴？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与此同时，房门打开，一个外卖服男人走进来，把小男孩护在怀里，掉落在地上的手机正播放着你的节目。不学了行不行？什么？你再说一遍。拉拉扯扯间，原本心动男人忽然声音拔高，我说不学了。你没发现吗？儿子一点都不喜欢钢琴，自从学了钢琴，他就从来没笑过。女儿突然僵住，是啊，自从学了钢琴，以前总黏着自己的儿子，现在跟他一点都不亲了。可练琴是为了他好呀，有一技之长总比什么都不会好得多。而且有些学校还可以加分，现在多一份努力，未来就能多一份选择，不是吗？面色阴沉，我当然知道，但
那你以为我就愿意逼他吗？不学，长大了和你一样送外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租在这种老破小嘛。我们已经废了，可他还有机会啊！啪的一声戒指落地，女人哭了起来。我只是想着儿子以后不要像我们一样，光是活着就用光了所有力气。男人也沉默了。当时小男孩先平复了心情，走出来，鼓起勇气：“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钢琴，我喜欢画画、唱歌，我还喜欢羽毛球。如果必须学点什么的话，我可以自己挑嘛。”说完举起手来，我保证绝对不是3分钟热度。妈妈抱住儿子，爸爸抱住妻子，三人默默流泪。这一晚，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家庭会议，而爸爸妈妈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下某种决定，而是领。这天，节目组给你们安排了亲子滑雪，3组家庭分别出发。1号80后爸爸直播间内，女儿萌萌十分激动：“爸爸，咱们是要去滑雪吗？”要知道，平时这个时候，她不是在家里背诵古诗，就在外面学跳舞、画画、古筝等等。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下了。秦昊捏女儿小脸：“没错，我们是要滑雪。说到雪，那萌萌你还记得爸爸带你背的那首古诗吗？”萌萌眼神忽然暗淡，幸福感全部消失。记得，那萌萌给爸爸背一遍好不好？刹那间，萌萌面无表情。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8月既飞雪。三如竹帘，三如竹帘。爸爸，后面的我记不住了。刚才一脸慈祥的秦元浩脸色一黑。萌萌，你已经5岁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爸爸一遍遍提醒你了吧？家里所有好吃的、有营养的东西，从来都是优先给你吃。爸爸妈妈就算是剩菜剩饭，也从来都没有怨言。为了给你找个好的幼儿园，爸爸四处求人，吃了多少闭门羹，受了多少嘲讽，我也没有二话。妈妈是要怀胎，吃什么吐什么。生你的时候，医生建议剖腹产，可妈妈觉得顺产对孩子好，愣是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你。我们爱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也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做任何事情。而你呢，做了1天的时间，你竟然连一首古诗都背不下来，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他语气很平缓，甚至算恩和，可这些话却宛如钢针。萌萌忽然好愧疚，是啊，爸爸妈妈为自己牺牲那么多，对自己那么好，为什么自己连一首简单的古诗都背不好？是不是自己没认真？那是打转，我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不去滑雪了，我一定好好背诗。听了道歉，秦昊露出笑容，好，我就知道我们家萌萌最乖了，萌萌这么乖，爸爸妈妈就是牺牲的再多也值了。我家萌萌以后一定会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说完拿出一本古诗300首，可萌萌却再也没有露出笑容。下一秒，车内又响起了父亲和女儿一起朗读古诗的声音，画面看起来美好温馨。演播室内，岳专家笑了，既让孩子了解父母的不容易，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又愿意陪孩子一起进步，这个秦元浩对女儿的教育可谓是用心良苦啊！霍令儿却不以为然，用心良苦吗？秦元浩的做法的确可以让萌萌对爸爸妈妈升起感恩之心，可同时也会背起一座名为愧疚的大山。秦元浩所谓的牺牲越多，萌萌身上的大山也就越重。你们只看见他们父女关系，可谁又记得萌萌现在才5岁？我想问，他小小的身体和稚嫩的心理能承受得住吗？此话一出，弹幕们纷纷发言，同意。小时候每次吃饭，只要有肉，我爸妈都会一个劲放我碗里，还一直说舍不得吃，都给我吃。他们随便吃点咸菜什么的就行，肉我吃了，那香味一点都没吃出来。没错，这就是所谓的牺牲式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但也可以说是情感绑架。你管这叫教育？我觉得是变相 PUA， 还是从娃娃就开始下手控制内容。可以有一些支持销路的声音，让孩子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是很正常吗？父母就欠你们的，活该为你们奉献一切。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完蛋了，连基本的感恩都不会。我看秦昊的做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另一边3号直播间中，妍妍从自己的小钱箱中抓出2张百元大钞，一脸愁容。这是之前卖地瓜赚的，过期的，又是过期的。昨天那些人过来买烤地瓜的钱，竟然都是过期的，你笑着拿走。嗨，是一堑长一智啊，妍妍。以后啊，咱们收钱的时候看好保质期就好了。来，这些过期的钱就交给爸爸处理吧。妍妍突然转头看向身后的摄像大哥，叔叔，你收到过过期报废的钱吗？摄像大哥挠挠头，我收过。妍妍点点头，哦，那看来爸爸还真没骗我。叔叔，你这么帅，肯定也不会骗我了，对吧？摄像大哥汗流浃背，不会，妍妍这么乖，叔叔怎么会骗妍妍呢？我是骗你，一会儿到了滑雪场，叔叔请你吃好吃的。弹幕笑嘻了，哈哈，抱歉，我真的好同情妍妍，但我真的很笑。第一次听说钱都过期的，哈哈，摄像大哥是知道妍妍的钱肯定保不住，所以让他长痛不如短痛。妍妍刚刚真诚的眼神都让摄像大哥愧疚死了，他今天晚上做梦多惊喜，然后给自己一巴掌，真该死啊！很快3桌家庭都到达滑雪场，而节目组织的目标是爸爸带着女儿完成一次指定雪道的滑行。萌萌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乖乖配合。就像早上爸爸说的那样，为了自己，爸爸妈妈牺牲太多了，把什么好的都留给自己，还为自己的未来操碎了心。我是任性不听话，那他们该有多心寒啊！还有爸爸无数次说过，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害自己，他和妈妈也不会害我的。深吸口气，可看到雪道那么高的一瞬间，还是忍不住发抖。爸爸，我害怕。
秦昊不以为然，怕什么？这不是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吗？你一开始不会弹古筝，还不会跳舞呢，现在还不是学的有模一样吗？萌萌听爸爸的，只要好好学，认真学，就一定可以做到。看萌萌想哭又不敢放开哭的样子，一旁的教练都不忍心了。要不你先安慰一下孩子，等孩子不那么害怕的时候，我们再开始。秦昊也没发脾气，拉着萌萌苦口婆心劝说，什么有事的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与此同时，90后家庭的父女俩也穿好装备，可夏木却趴在地上不肯起来。夏子涵十分无语，爸爸能不能不丢人啊？我不要面子的吗？夏木一脸无辜，我是真害怕好不好？你个子小重音低，摔一下也没多重，我一把年纪了还长这么高，摔一下我摔死怎么办？夏子涵脸一黑，怎么办？凉拌。老师，我们别管他，走，咱们那边练去。刚到里部，夏子涵看到一道身影，咦，妍妍，你怎么自己在这儿？你爸爸呢？妍妍嘟嘟嘴，我爸爸说我是累赘，让我自己跟老师学，然后去那边玩了。此时你的身影就像一道游龙在雪中滑行，直播间内几百万的观众都被这操作震撼了。我去，这太帅了吧！不对呀，这不是带娃直播吗？怎么就妍妍自己玩了？笑死！00后带娃，娃开不开心不重要，主打一个玩的尽兴就好。夏子涵点头，妍妍，要不咱俩一起学？妍妍很惊讶，怎么了？你爸爸也丢下你一起去玩了吗？夏子涵脸一红，哎，他要是真的丢下我，跑去自己玩就好了。转头一看，是夏木在吃血，妍妍捂住脸，没眼看，真没眼看。夏木却一边蠕动一边大喊：“涵涵，你瞪瞪爸爸，看爸爸给你挡样！”此时，演播厅内一众育儿家都黑了眼，笑着深陷发难。呵呵，这就是你们看好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丢下孩子不管，自己去疯玩。我看这自私更合适。那个90后爸爸就不说了，虽然没正形，但一直陪在孩子身边，保护孩子，就连他我都觉得比小凡靠谱。更别提80后爸爸秦元浩了。从一进入滑雪场就陪在女儿身边，从未离开过孩子半步。萌萌的情绪也一直在旁边努力开导，并没有不耐烦的迹象。可就是这么一个尽责尽责、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好爸爸，竟然在人气投票中垫底。而那个替孩子疯狂的小凡，人气垫了第一。小鹿冷笑，我想问，难道现在这个时代，只要是能哗众取宠，不去关注就能得到人气或者支持吗？这可是个带娃节目，只能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带娃方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就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长大。一味的博眼球不关注，小凡和网上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网红有什么区别？醒醒吧，大家都醒醒吧，看看谁的带娃方式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随着弹幕纷纷附和，说实话，我之前对他印象挺好的，看起来虽然胡闹，但深思之下还是能感受到用心。可现在我真的有些失望了，看人家秦元浩，那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男性和一个好爸爸的表率。没错，小凡这完全是自私的表现，只想自己开心。他想过妍妍被丢在一边会多失落多伤心吗？此时一条弹幕飘过，说妍妍伤心难过的那位，你要不要看看直播里妍妍在干什么？现场妍妍并没有什么委屈巴巴，反而是一脸崇拜的指着你，那是我爸爸，那个靓仔是我爸爸，眼睛里全都是大大的崇拜呀。当你一个空中360度转身之后，妍妍尖叫了，叔叔你看我爸爸好厉害啊，他刚刚都飞起来了耶。伤心和难过根本不存在的好不好？与此同时，你想着妍妍回来，得意一笑，爸爸，你真是牛妈妈给牛犊子开门，牛的家了。妍妍的举动立刻缓解了弹幕的氛围，哈哈，妍妍真的太可爱，还会说俏皮话呢。问如何从一个陌生人手中夺得他女儿的抚养权，这些等挺急的。另一边，要直播间内，秦瑶的耐心已经被耗尽了，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别人能滑，你怎么就滑不了？萌萌一脸恐惧，爸爸，我不要，我害怕。秦瑶皱眉，这种萌萌看向咱的方向，怕？人家怎么就不怕呢？都是小孩子，你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能整齐一点？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你从这里滑下去就不会怕了。说完，放开萌萌，不是意外，萌萌滑了3米不到就摔在雪地中。此时弹幕就吵了起来，不是这个秦瑶有病吧？萌萌都说了自己害怕，竟然强行把女儿推下陡坡。是啊，我看得出萌萌不是闹脾气不想学，她是真的害怕，就像有人天生怕蛇一样。呵呵，蛇会咬人，滑雪可不会咬人。我支持秦瑶的做法，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恐惧。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你放屁，你怕老鼠，按你的意思，这个把你和一群老鼠关一天，这样你就不怕了是吧？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我看到一次怕一次。你再不看看别人家的爸爸？弹幕的节奏是越来越激烈，这就有人表示这就急了。秦瑶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吗？他劝也劝了，哄也哄了，萌萌还是油盐不进，换谁都会生气的好吧？他是爸爸，但他也是人啊。其实萌萌就是害怕摔跤而已，等他摔2次之后就不会怕了。看吧，我觉得他们俩父女肯定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与此同时，秦昊微笑走向萌萌，怎么样？其实也没这么令人害怕，对吧？在他伸手拉的时候，萌萌下意识躲了一下，仿佛这一瞬间他伸手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怪物。秦昊一点都不在意，声音冷冷的过来，站好，往下滑。如此反复几次后，所谓直面恐惧的最好方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萌萌终于憋不住，崩溃的放声大哭。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自己都说了害怕，爸爸还要一直强迫自己？为什么要一次次在陡坡上推自己下来？萌萌想不到答案，甚至此时的秦元浩在他看来，比滑雪本身更让他害怕。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也忍不住了，纷纷飙过弹幕，笑容呵呵一笑。好了，看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秦元浩的做法有些不妥，甚至过分。不过我觉得恰恰相反，非但不过分，反而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面对女儿的不配合，他先是耐心陪伴，好言相劝，希望女儿可以振作起来。不过他的努力显然没什么用，就是无果，相信一般的家长都已经想放弃了。
毕竟现在的孩子都很宝贝，大部分人见不得自己孩子哭。可这位爸爸呢，他没有放弃，而是改变了策略。说到底，萌萌抗拒学习滑雪，不过是因为害怕摔跤罢了。他直接带着萌萌去滑去摔跤，也是目前最能打消他恐惧的最有效方法。看起来很残忍，但其中的深意是目光短浅的人看不到的。有句话叫没压力就没有动力，不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有多大潜力。吃点苦怎么了？现在的娃有多大压力，以后就有多大起飞的可能。以为当老好人纵容孩子只会毁了孩子的一生，但我们根本不买账啊！狗屁给孩子压力越大，孩子就能飞得越高。你当孩子是弹簧吗？没错，现在抑郁症和各种心理疾病越来越低龄化，其中十有八九就是爸妈给孩子压力太大造成的。我说就算施压，也要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吧。萌萌才5岁啊！此时画面又切到你的直播间，妍妍一脸期待：“爸爸，你可以带我飞吗？”你呵呵一笑：“不行，滑雪场有规定，滑雪的时候不能人载人。你想飞的话，那就自己跟着教练学吧。只有这样装备。对了，爷爷，爸爸有些累了，先去休息一下。你要是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去玩会雪好了。”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小凡，你自己都玩了这么久，怎么就不能陪孩子呢？你看看其他2个家长，他们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呢。你摇头，我现在就在陪着他呀，不然我早回家了。难道带娃就一定要时时刻刻跟在娃屁股后面吗？你不烦，娃都烦了。妍妍气得一跺脚，哼，你不带我飞，我自己飞，臭爸爸！接着自己找上滑雪教练，姐姐，我要学滑雪。在掌握好基本技巧后，妍妍慢慢滑行了起来，很快她在雪地上摔了一跤，摄像大哥脸一沉，小凡，妍妍摔倒了，你一不以为然，继续玩手机。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不是他摔倒了，你不过去扶起来哄他吗？你不会走动，他刚才滑行速度不快，个子小，重心低，而且地上的雪也不硬，屁股上还带着乌龟垫，摔不疼的。身边还有教练跟着，我不管肯定没事，我是过去哄，说不定他哭了。此时弹幕恍然大悟，哈哈，小凡太了解小孩子了。有一次我儿子摔倒了，我假装没看见，他就坐在地上一直看着我也不哭。等我实在没忍住过去了，他哭的那叫一个响。小凡能直接说出妍妍肯定没摔疼的原因，就证明他一直有关注，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呢。妍妍起身拍拍屁股，仿若无事一样继续学了起来。另一头要直播间，萌萌脸上没任何笑容，反复摔几次后，就这么机械性的慢慢滑雪。秦云浩跑前跑后，鼓励保护着，俨然一副父慈女孝。弹幕这会儿也分成2种声音，这时的人表示秦云浩的方法真管用啊，这压力给的够，小孩子就总能大幅减肥的更高。另一边说可别扯犊子了，没看到萌萌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吗？有谁在乎他的心情？你现在可以考虑孩子的心情，但长大以后社会上谁会考虑你的心情？现在吃苦变强，总比以后当废物被欺负好。有人也很心疼，不觉得可怜吗？萌萌的童年已经没有了，甚至是他自己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呵呵，孩子闭嘴，等着看吧，不用步入社会，到初中萌萌就能甩开妍妍3条街。另一头，你准备带妍妍吃饭，今天节目组管饭，听说这个滑雪场有不少美食的。妍妍连忙点头，好的，那吃完饭再回家，嘻嘻。摄像大哥也摇头，你本身会滑雪，而且妍妍对滑雪也不抗拒，为什么你不哄着妍妍学滑雪，完成节目组的任务？你没看到秦云浩多想要第一个完成吗？就连项目都开始认真。你呵呵一笑，难道你真的以为我进滑雪场后只顾着自己玩了吗？摄像大哥连连点头，对啊，你先是自己玩，然后又说累了，你管妍妍什么了吗？你摇头，肤浅，他也肤浅了。我跑去滑雪真的是为了自己开心吗？我那是为了吸引妍妍的注意，在他心里种下一个超级无敌帅的梦。只要有了梦，他就会对滑雪感兴趣，到时候不用我催，他自己就会去学。一个被逼着学，一个自己主动学，这其中的差距不用我多说了吧？弹幕差点逼，这都能圆得回来啊！不是自己去玩，而是给女儿种梦去了。你他妈真是个人才！仔细想想，小凡说的有道理。抱歉，是我自己肤浅了。我哭死！要是萌萌是小凡的娃，他肯定不用过得这么辛苦。说1000道1万，不如做给孩子看。我悟了，今天的支持票我还是投给小凡。摄像大哥点点头，你明明可以赢得很简单，可现在你已经没机会了，难道不会后悔吗？你呵呵一笑，一个节目组临时起意搞出来的所谓比赛，我要是为了输赢忽略了自己女儿的心情，那我才是真正的失败。好啦，反套路奶爸这本书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啦。第1季完结撒花。本作是一个有关不同年龄段爸爸带娃的话题，题材比较新颖，但是呢不一定真实。文中所谓的80后家长，更多指的是那些给孩子窒息的爱或者进行愧疚式教育的人，这里就不多的展开探讨了，毕竟我也还没生娃。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